谁能想到，这场全帝国最华丽的婚礼，竟然是一场没有感情的交易。艾琳娜穿着最美的婚纱，却要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人，只因为她是圣女。为了皇室和神殿的稳固，她成了这场权力游戏的唯一祭品。伊利奥斯想要的从来不是眼前的女人，而是那顶至高无上的皇冠。在这个帝国，规矩简单的可怕，谁能娶到圣女，谁就是下一任皇帝。当上圣女的那一刻起，她的婚姻就不再属于自己，必须嫁给未来的皇帝，哪怕她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法里斯这个名字，她只能在心里默念，那是她唯一爱过的人，也是她再也回不去的过去。谁能想到，这位高贵的圣女其实是个出身卑微的平民，甚至只是个备用品。其他候选人离奇死亡，大祭司拉奥孔才把这个买来的女孩推上神坛。在那些贵族眼里，一个平民想当皇后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在外人眼里，她是高不可攀的圣女，但只有伊琳娜自己知道，她不过是被亲生父亲亲手卖掉的商品。父亲卑微地跪在地上，求大祭司拉奥孔买下她，甚至直接了当地说，随便怎么用她都行。从那一刻起，她就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工具。拉奥孔冷冰冰地告诉她，圣女不需要有自己的意志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哪怕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她也只能卑微地道歉，因为被卖掉的平民根本没有资格谈自由。这哪里是通往皇位的阶梯，分明是深不见底的人间地狱。曾经那些微小的快乐，哪怕只是片刻的安宁，对艾琳娜来说都是一种奢侈。法里斯曾带着满怀鲜花，那是他黑暗生活里唯一的一束光，可这束光很快就被亲手掐灭了。大祭司拉奥孔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他把被捆绑的法里斯推到艾琳娜面前。拉奥孔递上长鞭，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。他说，对奴隶不需要仁慈。他逼着伊琳娜亲自动手，打完之后还要亲口宣布流放法里斯。如果艾琳那下不去手，拉奥孔就会亲自代劳，但这背后的代价他根本承受不起。拉奥孔的话简直让人不寒而栗，他说自己可能会失手，而那些人的死活全看艾琳娜的表现。法里斯虚弱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深爱的女孩正面临怎样的绝境。画面一转，神圣的钟声响起，艾琳娜穿着华丽的婚纱站在了皇太子伊利奥斯身边。讽刺的是，主持这场婚礼的正是那个毁掉他一切的大祭司拉奥孔。随着他亲口宣布两人正式结为夫妻，艾琳娜最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。大祭司拉奥孔的声音在宏伟的大殿里回荡，他要求艾琳娜履行职责，向皇太子伊利奥斯许下永恒之爱的誓言。永恒的爱，这对艾琳娜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讽刺。她沉默着，迟迟没有开口。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，局面眼看就要失控。拉奥孔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冷冷地催促伊琳娜，让她赶紧把誓词说完。就在这时，新郎伊利奥斯站了出来，他一副护妻心切的样子，让大祭司说话客气点，还体贴地为伊琳娜找借口。他说艾琳娜只是太紧张，毕竟她很少离开神殿。伊利奥斯温柔地鼓励他，只要说出那句话，婚礼就算圆满结束了。哪怕到了这一刻，艾琳娜心里想的依然只有法里斯一个人，可她很清楚自己已经没资格再爱他了。为了大局，她必须履行圣女的职责。艾琳娜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，准备说出那句违心的誓言。就在她刚说出自己名字时，大殿门口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一个满身鲜血的男人硬生生地闯了进来。原本庄严的婚礼瞬间被这不速之客打断，拉奥孔和伊利奥斯全都愣在了原地。谁能想到那个本该死去的男人竟然提着长剑，满身鲜血地杀回了婚礼现场。艾琳娜彻底愣住了，她甚至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男人还活着。现场瞬间乱成一团，宾客们尖叫着四处逃散。原本神圣的婚礼一下子变成了修罗场。大祭司拉奥孔气急败坏，他指招法里斯破口大骂，说他只是个卑贱的奴隶，根本没资格玷污这场婚礼。面对指责，法里斯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他说自己不再是奴隶，而他接下来的话将让在场所有人彻底胆寒。谁也没想到，法里斯竟然真的动手了。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手中的利刃直接贯穿了伊利奥斯的胸膛，鲜血瞬间染红了白色的礼服。法里斯冷冷地宣布，他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奴隶，而是即将登基称帝的人。艾琳娜彻底崩溃了，她紧紧抱住倒下的伊利奥斯，哭着质问法里斯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残忍的事。法里斯脸上还带着血迹，眼神里却没有任何温度。他说这只是个开始，他要向所有夺走他一切的人讨回这笔血债。艾琳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充满了愧疚。她原本只想保护法里斯，结果却把他伤得最深。对不起，我没能留住那个善良的你。看着法里斯提剑走近，艾琳娜没有躲闪，反而闭上了眼睛。冰冷的剑尖直接挑落了他头上的皇冠。艾琳娜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她说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但如果杀掉自己能让法里斯的痛苦减轻一点，那她愿意就这样死在他的剑下。鲜血染红了白色的婚纱，艾琳娜带着解脱的微笑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她觉得这辈子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可谁能想到，等她再次睁开眼，看到的不是阴曹地府，而是洒满阳光的破旧小屋。母亲正用力推开房门，大声责备她睡得太晚。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让艾琳娜彻底懵了。她明明记得，自从自己被卖到神殿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母亲，更别提像现在这样安稳地躺在自家的床上。难道说刚才那场惨烈的婚礼只是一场噩梦，还是说老天爷给了她重来一次的机会？母亲粗鲁地拽起艾琳娜，大声呵斥她别想偷懒。今天可是她被卖给大祭司的日子，在母亲眼里，这个没用的病秧子终于能换钱了。艾琳娜彻底愣住了。大祭司买卖，这明明是10年前发生的事，
难道自己真的重生了？他颤抖着拿起镜子，想要确认现在的样子。可镜子里的景象让他整个人如坠冰窟，脖子上那个清晰的印记竟然和前世一模一样，那是法里斯亲手杀掉他时留下的致命伤痕。既然回到了过去，为什么死亡的痕迹还在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看来那场惨剧真的不是梦。艾琳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确实在那场祭典上死在了众目睽睽之下。虽然重生这种事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既然老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，不管是惩罚还是仁慈，他都决定要彻底豁出去。艾琳娜脑海中浮现出的全是法里斯的样子，那个曾经对她无比温柔的少年，最后却变成了满身鲜血的恶魔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，是他亲手毁掉了法里斯的一生，甚至连那份恩情都还没来得及报答。艾琳娜握紧了拳头，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既然重回到了10年前，她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改变法里斯的命运。马车里的气氛冷到了极点，随从有些担心地问大祭司：“一个平民出身的圣女候选人，真的能派上用场吗？”大祭司连头都没抬，语气里全是冷漠。只要不是真正的圣女，谁来都一样。正好可以用教育的名义洗掉她身上那股平民味。在他眼里，这些女孩不过是消耗品，毕竟平民这种身份最容易被取代。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被这个男人买走。看着衣柜里这些破旧的衣服，艾琳娜终于确定自己真的重生回到了10年前，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如果不做出改变，很快她就会被送进神殿，再次落入那个男人的魔掌，像个玩物一样被随意践踏。那种日子她绝对不想再过第二次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大祭司的声音，养母粗鲁地推搡着他，大声喊道：“死丫头，快滚出来迎接贵客！”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这下麻烦了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但这一次艾琳娜没有选择逃避，既然重活一回，就必须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能保护法里斯，也保护好自己这颗支离破碎的心。艾琳娜强撑着走到大祭司面前，礼貌地行了个礼：“我是艾琳娜，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。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乖巧，但面对这个前世的噩梦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冷静点。前世第一次见面，他并没有动手，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，大祭司突然一把抓住了他，语气里满是惊讶。这个印记，艾琳娜被吓得叫出了声。大祭司死死捏住艾琳娜的下巴，盯着她脖子上的印记，眼神里全是疯狂。这下麻烦了，艾琳娜甚至怀疑，难道这个男人也重生了？结果大祭司突然狂笑起来，大声宣布这就是真圣女的圣痕，有了这个，神殿那些派系斗争全都要结束。艾琳娜整个人都懵了，真圣女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局面彻底失控，大祭司已经决定不再需要任何其他候选人，艾琳娜成了他手中唯一的王牌。看着大祭司对艾琳娜这么恭敬，旁边的养母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一直被嫌弃的死丫头，竟然成了神殿最尊贵的客人？艾琳娜心里更乱了。前世她只是个卑微的备胎，因为其他候选人都死光了，她才勉强捡了个圣女的位置。可这一世局面完全不一样了，大祭司竟然亲自牵起她的手，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。走吧，神圣的圣女大人。艾琳娜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进神殿，周围的议论声就没停过。听说大祭司带回了真正的圣女，脖子上还有传说中的圣痕，这下神殿的其他派系估计都要坐不住了。艾琳娜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却在打鼓。她本想利用这个身份去救法里斯，可现在大家都把她当成神，这误会要是闹大了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大祭司可不管这些，直接把他领到了一座华丽的宫殿前，恭敬地告诉他：“从今天起，这就是你的寝宫了。”艾琳娜看着眼前这阵仗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可是历代圣女才能住的地方，竟然就这么随手给了她。看着眼前熟悉的寝宫，同样的布置，同样的床，艾琳娜仿佛回到了前世临死前的那天，到处都是血色。她暗暗发誓，绝不让悲剧重演。这是她的第二人生。她手里握着2件最强的武器，一个是前世的记忆，一个是真圣女的身份。只要利用好这些，局面就能彻底反转。他转过身，对着大祭司优雅的行礼：“感谢您的迎接，我会尽力履行圣女的职责。这一次，他一定要保护好法里斯。”来到神殿已经整整7天了，艾琳娜却连法里斯的影子都没见到，事情有点不对劲。难道是因为她现在成了圣女，住进了这片奴隶进入的圣域，反而把法里斯给弄丢了？前世他们2个地位差不多，都在普通区域生活，所以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可这一世，身份的差距简直像隔了一座大山，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。艾琳娜躺在草地上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既然她的命运已经彻底反转，那法里斯呢？他会不会根本就没来神殿？如果法里斯不在这里，那他现在会在哪？这种完全脱离掌控的感觉，让艾琳娜心里空落落的。艾琳娜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前世的回忆。法里斯总是问她，大祭司是不是又动手打你了？艾琳娜却总是笑着摇头，说是自己没听话。其实谁心里都清楚，在这神殿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看着法里斯身上新添的伤口，艾琳娜心疼的不行。可法里斯却傻笑着说，只要能见到你，这些伤口一下子就不疼了。回忆里的法里斯总是那么倔强，明明打破了水罐被罚淋浴，全身都湿透了，还要嘴硬说艾琳娜太夸张。可就在艾琳娜感叹物是人非时，一个熟悉的东西突然闯进了她的视线。草丛里竟然放着一个水罐，和前世法里斯打破的那个一模一样。这地方怎么会有水罐？难道法里斯真的就在附近？艾琳娜还没来得及细想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我刚才看到有个身影往森林深处去了。”
法里斯还是老样子，说自己只是路过看看，还提醒太阳快下山了。可伊琳娜差点就喊出了他的名字，话到嘴边才猛然惊醒。在这一世，他们甚至还没打过招呼。如果第一次见面就叫得这么亲热，肯定会把法里斯吓跑。艾琳娜只能拼命捂住嘴，把满腔的思念强行压下去。前世欠他的实在太多了，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对不起，现在只能烂在肚子里。但艾琳内在心里发了誓，这一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彻底改变他的命运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终于试探着开口了：“那个刚才还在眼前的身影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”艾琳娜在密林里疯狂寻找法里斯，她一边喊一边拨开挡路的灌木。可当她终于看清眼前的景象时，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，地上的陶罐碎了一地。法里斯正无力地跪在草丛里，而他面前站着一个拿着鞭子的男人，正准备再次挥下手。法里斯出事了！碎掉的水罐，凶神恶煞的监工，还有满脸是伤的法里斯，这情况会是？监工大声咆哮着：“是你打碎了水罐，这下麻烦了！”眼前的局面已经完全失控，有人要倒霉了。这个监工简直是欺人太甚，为了推卸责任，他把所有的火气都撒在法里斯身上。法里斯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忍受着这一切，但他根本没有错。艾琳娜看得清清楚楚，法里斯是为了帮别人，才不小心打碎了水罐。结果呢？监工不仅把整罐水泼在他头上，还要让他在这里跪上一整夜。监工甚至放话，看他能不能活到明天早上。路过的守卫不仅不帮忙，竟然还在拿法里斯的命打赌。谁都知道，这种天气在外面待一晚必死无疑。艾琳娜听着这些冷言冷语，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虽然上面交代过不准靠近他，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就在法里斯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艾琳娜还是出现在了他面前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他也想帮帮这个可怜的人。就在监工泼出冷水的一瞬间，艾琳娜大喊一声住手，随后竟然直接冲了上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她已经是唯一的圣女，那些曾经做不到的事，今天她一定要做到。她死死挡在了法里斯身前，任凭冰冷的水泼在自己身上。法里斯彻底愣住了，监工这下彻底踢到硬石头了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华丽的少女，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是谁。艾琳娜没有退缩，她一字一句地告诉对方，自己就是大祭司亲选的圣女。这身份一亮出来，监工当场就吓傻了。虽然心里也在打鼓，但艾琳娜知道自己不能露怯。她当众质问监工：“法里斯明明是在帮人，为什么要受这种非人的折磨？”面对圣女的威压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监工，现在只能支支吾吾的往后退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艾琳娜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，一定要拿出圣女的气场来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真正保住法里斯的命。艾琳娜直接搬出了神谕，这顶大帽子扣下来，监工就算再不甘心，也只能咬着牙灰溜溜地走人。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法里斯，艾琳娜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这一世绝不能让他再失去任何东西。他更不想看到法里斯因为仇恨变成那个可怕的复仇狂魔。为了改变那个悲惨的未来，他必须现在就出手。艾琳娜温柔地看向法里斯，主动对他伸出了手，让他跟自己回房间疗伤。面对艾琳娜伸出的手，法里斯却下意识地往后退。他低着头拒绝了，觉得自己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配让圣女亲自动手。可伊琳娜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她直接握住了法里斯的手，虽然只是轻声问了一句疼不疼，但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担心。他在心里已经铁了心，这一世绝对不会再让法里斯孤身一人。就在这气氛正微妙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冲出来一个随从，大喊着让艾琳娜住手，还不停地强调法里斯只是个卑贱的奴隶。监工看硬的不行，干脆搬出大祭司来吓唬人，觉得艾琳娜肯定会害怕。可他还是太小看这位圣女了。艾琳娜不仅没被吓住，反而一脸淡定地告诉他，既然怕大祭司知道，那咱们3个人就守好这个秘密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反手就给了监工一个威胁，提醒他刚才弄湿圣女衣服的事，要是真闹到大祭司那里，监工自己也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一下直接把监工给整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看起来温柔圣洁的艾琳娜竟然还有这种拿捏人的手段。看着艾琳娜离去的背影，监工只能在心里感叹，这届圣女不仅有神性，这心眼子也是真不少。艾琳娜总算把法里斯带回了房间，看着他身上的伤，艾琳娜心里全是心疼，庆幸自己及时把他从那鬼地方救了出来。可法里斯却显得非常不安，他不停地提醒伊琳娜，神殿里有大祭司定下的死规矩，圣女绝对不能随便接近奴隶，这要是被抓到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但艾琳娜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她直接反驳法里斯，在她眼里，受伤的人就是需要救治，管他是奴隶还是贵族。看着艾琳娜这么坚持，法里斯最后也只能妥协了。他低声答应让艾琳娜帮他疗伤，但为了避嫌，只让他处理衣服遮住的地方，动作一定要快，而且他自己那身湿衣服也得赶紧换掉才行。听着法里斯一口一个圣女的叫着，艾琳娜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，因为她突然意识到，现在的法里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虽然这一世两人的身份变了，相遇的方式也完全不同，但艾琳娜看着法里斯受伤的脚，脑子里全是以前那些回忆，她真的好想能像从前那样重新开始。为了打破这层身份的隔阂，艾琳娜终于鼓起勇气，她看着法里斯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自己不只是什么圣女，她的名字叫艾琳娜。艾琳娜主动放下了架子，她告诉法里斯，在神殿里根本没人敢直呼她的名字，所以她也想知道眼前这个少年到底叫什么。法里斯沉默了片刻，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艾琳娜听完却露出了笑容，她温柔地告诉法里斯，这名字真好听，
既然老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，让他能再次遇到法里斯，那这一世的结局就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悲惨了。虽然现在的处境比以前好多了，但艾琳娜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她发现法里斯再也不肯叫她的名字了。艾琳娜还是不死心，她拿着药想去帮法里斯换绷带，结果法里斯头都不回，冷冰冰的丢下一句没必要，直接把她晾在了原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艾琳娜简直是在热脸贴冷屁股，不管是想帮他刷码，还是提醒他该处理伤口了，法里斯永远只有那一句话：不需要。这下艾琳娜彻底郁闷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法里斯竟然变得这么固执，法里斯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圣女居然又找过来了。他看着出现在仓库门口的艾琳娜，语气里满是无奈：怎么又是你？艾琳娜是偷听到法里斯被关在这，才急急忙忙找过来的，可法里斯却一点也不领情。他提醒艾琳娜，这已经是他连续第4天过来了，一个圣女总往奴隶身边凑，到底知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？艾琳娜当然知道，但她心里想的却是前世，那时候法里斯也是这样照顾她的，所以现在法里斯受了伤，她无论如何也想陪在他身边。看着法里斯身上又添了新伤，艾琳娜心里一阵阵发酸。她发现法里斯受到的待遇甚至比其他奴隶还要惨，她忍不住想问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，法里斯就冷冰冰地打断了她。他说这些事跟圣女大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艾琳娜几乎是在哀求法里斯，她说哪怕是为了她自己，也请让他帮忙处理伤口，哪怕法里斯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着他温柔的微笑，他也想把这一世所有的好都给他。法里斯看着眼前的圣女，听到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，他终于还是心软了。他转过头去，没好气的丢下一句：随你便吧。这下艾琳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还没等他开始动手，法里斯的肚子突然不争气的响了，这一声咕噜响。听到法里斯肚子响了，艾琳娜赶紧问他要不要先吃点东西。法里斯这回总算没再推脱，低着头答应了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暗处的一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们。圣女大人，原来您躲在这里。大祭司居高临下的盯着他，语气冰冷的让人脊背发凉。大祭司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偷偷接触那个身份卑微的奴隶。这下彻底瞒不住了，难道他们说的真的是法里斯？大祭司语气冰冷，这种事绝对无法原谅。艾琳娜的处境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大祭司彻底失控了，他根本无法接受圣洁的圣女竟然会被那个卑微的奴隶玷污。这一记重击让艾琳娜跌倒在地，她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竟然真的有人看到了她和法里斯见面，必须冷静下来。这种毫无根据的传闻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既然大祭司深信不疑，说明告密的人手里一定有确凿的证据，真是树大招风。就因为艾琳娜是真正的圣女，那些落选的竞争者还有背后的贵族势力早就想把她拉下水了。这次确实是大意了，法里斯明明提醒过他，可他却没当回事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看着眼前的大祭司，艾琳娜知道躲不过去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她低声道歉，随后当众承认，没错，我确实私下见过那个奴隶。艾琳娜虽然承认了见面，但她话锋一转，说自己只是看那个奴隶可怜，随手帮了一把而已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发生。大祭司显然不信，那些传闻说的有鼻子有眼，难道全都是假的？这下艾琳娜豁出去了，他直接拿圣痕起誓，甚至敢在神像面前发愿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就让神降下神罚，当场废掉他这个圣女。这招确实太狠了，大祭司被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谁能想到艾琳娜敢拿命去赌？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，她根本就不是那个真正的圣女。既然重活了一次，艾琳娜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如果这真的是神的旨意，请一定要给她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神殿里突然降下圣光，所有人都看呆了，难道真的是神迹显灵了？大祭司看着这一幕，也不得不承认，神确实站在艾琳娜这一边，但他显然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她。虽然神眷顾你，但你私自接触奴隶的行为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为了平息众人的议论，艾琳娜必须接受惩罚，去禁闭室进行忏悔。只要能保住法里斯，艾琳娜觉得受点苦也值了。她低头领命，表现得非常顺从。可大祭司接下来的话让全场都安静了。他宣布要对圣女进行净化仪式，听着挺神圣，其实就是残酷的水刑。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，这大冷天的搞水刑，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。大祭司这招太狠了，简直是在拿圣女的命开玩笑。但这正是大祭司想要的。如果艾琳娜能活下来，她这个圣女的身份就彻底坐实了，到时候谁也别想挑战她的权威。这老狐狸算得很准，只要艾琳娜赢了这一局，整个神殿就全是她一个人的天下了。法里斯躲在暗处看着艾琳娜，这水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连大祭司身边的随从都看不下去了，低声劝要，不还是算了吧，万一真出事了，谁也担待不起。可大祭司一言不发，根本没有喊停的意思。艾琳娜慢慢沉入水中，冰冷刺骨的感觉瞬间袭来，但她心里想的全是法里斯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任性，法里斯根本不会陷入这种险境。这下他是彻底清醒了，只要能让法里斯活下去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以后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并肩站在一起。从这一刻起，保护法里斯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目标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两人曾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法里斯正蹲在草丛里，像个小老师一样研究着药草。他指着手里的叶子说，这个能治咳嗽，那个能退烧，甚至还翻着药草指南，想找找有没有能祛疤的宝贝。艾琳娜看着他脸上的伤，劝他先给自己用药，结果这小子嘿嘿一笑，拍着胸脯说自己身体壮，要是艾琳娜留下疤痕，那他可要心疼坏了。
两人在森林里忙活了半天，发现了一大片药草。艾琳娜赶紧叮嘱他，采药归采药，可千万别连根拔了。眼看天色不早，艾琳娜提醒法里斯，咱们得赶紧往回走了，要是错过了点名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艾琳娜在林子里转了好几圈，也没瞧见法里斯的身影，正纳闷这人跑哪去了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喊声。法里斯捧着一大束百合花，笑嘻嘻地跑了过来，说这是特意送给他的礼物。艾琳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他刚才消失是为了去森林深处找花。法里斯认真的解释，这花在传说里可不一般，要是新娘在婚礼上带着它，就能获得一辈子的幸福。他就是想把这份好运送给艾琳娜。听到新娘这2个字，艾琳娜半天没说出话来，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是伤却笑得灿烂的少年，她忍不住在想，自己真的可以期待那个未来吗？法里斯笑着对他说，你要是真能这么想，那我可就太高兴了。这句话虽然听着像在开玩笑，但眼神里全是认真。艾琳娜轻轻点了点头，这一刻她终于不再逃避自己的内心，两人在花香中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仿佛时间都能停在这一秒。那束象征幸福的百合花无力地掉落在台阶上，花瓣散落一地，法里斯被当成垃圾一样踩在脚下，被打得满脸是血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艾琳娜跪在地上拼命哀求，说她只是送了一朵花，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可大祭司根本不听这些，反而觉得艾琳娜也同样有罪。眼看大祭司要对艾琳娜动手，法里斯咬着牙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声音沙哑地喊着，别碰她，所有的惩罚我一个人扛。大祭司阴冷地丢下一句话，既然普通的惩罚没用，那他就要换个新花样了。法里斯因为这件事被彻底赶出了神殿，从此生死不明。看着壁炉里跳动的火光，艾琳娜突然觉得，也许再也不见面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只要法里斯能平平安安地活着，哪怕这辈子天各一方，她也认了。深夜的寂静突然被打破，艾琳娜警觉地问了一句，谁在那儿？结果一抬头，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身影竟然就站在眼前。法里斯怀里抱着一束百合花，他忍不住大声质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手里会拿着那种花？这束花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一世，它是两人前世记忆的证明，本该随着轮回彻底消失。艾琳娜怎么也想不通，法里斯明明已经通过了考验，为什么还会拿着这束花？按理说现在的他应该对自己没有任何感情才对，法里斯居然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深夜潜入圣女的房间，就为了送这一束花。他语气卑微到了极点，说如果不想要，就直接扔进壁炉烧了。艾琳娜听完简直要气笑了，明明是这家伙交给他的花语，现在居然让他亲手烧掉。他解释说是因为太担心圣女，才忍不住闯进来，这下局面彻底变得微妙了。艾琳娜正急着催他赶紧离开，生怕被人发现这档子事，结果法里斯根本没在听，他突然伸手碰了碰他的长发，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担心，责怪他头发没干会受凉。这一下直接把艾琳娜整懵了，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了味。法里斯沉默了半晌，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。刚才那一下轻易的举动，让艾琳娜彻底乱了阵脚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法里斯以前明明那么冷淡，两人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，可他偏偏送来了那束花，还表现得这么关心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熟人能做出来的。法里斯明知道花的含义，却还要做到这一步，这下事情真的不对劲了。艾琳娜本来都下定决心，这辈子再也不去奢望靠近他了，可法里斯现在的温柔，简直就像是神在故意考验他的意志。就在两人气氛最微妙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一个托盘直接砸在了地上。这下真的麻烦大了，女仆竟然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。圣女深夜私会男人的秘密，恐怕再也藏不住了。女仆的尖叫声瞬间传遍神殿，圣女房间藏了个男人的消息，这下彻底瞒不住了。艾琳娜拼命喊他快跑，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法里斯直接被狠狠按倒在地，大祭司语气冰冷，说上次放过他一马，这次竟然还敢这么大胆。他死死抓着法里斯的头发，法里斯眼神里全是厌恶，场面彻底失控了。艾琳娜被强行架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法里斯受辱。他拼命喊着他的名字，想让那些人住手，可他越是这样护着他，局面就变得越糟糕。他本以为能改变法里斯的命运，结果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大祭司冷笑一声，说圣女对奴隶的名字叫得真亲热，这下私情的罪名彻底坐实了，法里斯真的没救了。象征纯洁的花被付之一炬，他给圣女指了一条活路，只要说是法里斯强迫了他，他就能洗清所有罪名。只要他点个头，法里斯就会被鞭打放逐，甚至丢掉性命，这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艾琳娜竟然当众大喊，说他什么都没对自己做过。如果这一鞭子真的挥下去，结局就会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他再也不想伤害法里斯。艾琳娜真的豁出去了，为了证明法里斯的清白，他竟然当众扯开衣服要求验身。可他低估了这群人的恶意，那些守卫非但没有收手，反而露出了贪婪的真面目。他们叫嚣着要亲自检查，甚至逼他脱掉所有的衣服。有人觉得这不合规矩，却被其他人阴险地压了下去。这群人根本不在乎真相，只想借着神的名义羞辱圣女。就在那只脏手要碰到艾琳娜时，一直沉默的法里斯终于爆发了，他死死扣住对方的手腕，这一声惨叫让在场所有人都懵了。谁也没想到这个遍体鳞伤的奴隶竟然敢在神殿公然动手，他眼神里的杀气让刚才还嚣张的守卫瞬间哑火。法里斯低声骂了一句人渣，谁能想到法里斯竟然真的为了他公然打倒了神殿的守卫。他把艾琳娜紧紧护在怀里，艾琳娜现在彻底懵了。按理说这一世两人还不熟，他根本没理由冒死救自己，可这种拼了命也要保护他的感觉，简直和前世一模一样。
难道在这个男人身上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局面彻底僵住了，大祭司当场暴怒，在神殿公然殴打祭司，这可是谁都保不住的死罪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艾琳娜直接站了出来，她把所有责任推给那群人渣，说是法里斯为了救她才动的手。但这番话显然还不够分量，她要动用真圣女的身份，强行扭转这个必死的结局。艾琳娜直接搬出了所谓的神谕，她当众宣布，法里斯刚才的暴力行为其实是得到了神的认可。紧接着，她抛出了一个让全场炸裂的消息：这个地位卑微的奴隶竟然有资格成为圣女的丈夫。大祭司整个人都懵了，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圣女竟然要选一个奴隶当丈夫？艾琳娜却表现得很淡定，直接把神抬了出来，说这是为了奖励勇敢的人，也是神的意思。这番话一出，大祭司就算再不满意，也没法当众反驳。艾琳娜紧接着又补了一刀，语气听着是在请求，其实根本没给对方拒绝的机会。这下神殿的规矩怕是要被彻底改写了。艾琳娜心里很清楚，大祭司这个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虔诚。他当众撒了个弥天大谎，说自己能站在这里，全是神为了回应大祭司的信仰。这招简直太狠了，大祭司现在进退两难。如果他敢否定艾琳娜，就等于是在否定他自己。从一开始，局面就全在艾琳娜的掌控中，大祭司已经没得选了，只能乖乖掉进这个陷阱里。只要咬死这是神谕，大祭司就绝对不敢反抗。法里斯却突然有了动作，他脱下自己的外衣，递给衣衫不整的艾琳娜，让她先遮一下身体。这一下反倒让艾琳娜有点不知所措，她小声说了句谢谢。看着眼前这个被自己利用的男人，艾琳娜突然觉得有些愧疚，毕竟突然让她当圣女的丈夫确实太难为人了。她低声道歉，说如果法里斯真的讨厌这个身份，她之后一定会想办法解决。本以为法里斯只是个听话的工具，可他接下来的一个问题直接让艾琳娜愣住了。他盯着艾琳娜问，选他当丈夫这件事到底是神的意思，还是他自己的主意？这一下直接戳中了要害。艾琳娜完全没料到这个男人竟然看穿了她的谎言，她在心里不停地盘算，为什么要问这个？如果承认是他自己的主意，后果会变成什么样？法里斯看着沉默的艾琳娜，嘴角竟然露出一丝笑意。大祭司终究还是没那么好糊弄，他冷冷地盯着艾琳娜，说这件事必须先查清楚。关于法里斯擅闯神殿的罪名可以先放一放，但死罪能免活罪难逃。大祭司下令要把法里斯关进祈祷室，名义上是反省，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监禁。临走前，大祭司还留下了一句狠话，如果发现艾琳娜在撒谎，神罚绝对会降临在她头上。艾琳娜只能低头答应。大祭司带着人转身离开，虽然暂时保住了法里斯的命，但艾琳娜心里很清楚，这不过是在拖延时间。神殿根本不是什么圣洁之地，而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随时灭口和暗杀的魔窟。法里斯留在这里随时都可能没命，他必须想办法尽快把法里斯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大祭司临走前死死盯着法里斯，警告他别想逃跑，只要被他抓到一点把柄，法里斯绝对活不过今晚。大祭司的威胁还在耳边回荡，法里斯却被关进了冷清的祈祷室，独自面对那尊巨大的神像。他看着神像冷笑了一声，觉得这所谓的神做事还真是够拐弯抹角的。但最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艾琳娜那个女人竟然真的敢拿命去赌。他放着那么多权贵不选，偏偏选了她，选了她这个一无所有的奴隶。法里斯低声笑出了声，艾琳娜，这次我一定会。而此时的神殿高层早就因为圣女选夫的事炸开了锅，祭司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毕竟放着皇太子不选，去选一个来路不明的奴隶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要是皇室追究起来，整个神殿都要跟着遭殃，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。可大祭司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冷冷地提醒众人，选谁当皇帝本来就该由神殿说了算，看来这已经不只是选夫的问题，而是神殿要公开跟皇室叫板了。大祭司一边写信一边冷冷地提醒，神殿要是听命于皇室，那才是真的本末倒置。虽然祭司们还在纠结法里斯那个奴隶的身份，但大祭司却看出了更深层的转机。他很清楚艾琳娜的底细，一个被父母卖掉的平民女孩，根本不可能知道法里斯的真实身份。可他偏偏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精准地选中了那个男人，这让原本怀疑的人都开始动摇了。难道他真的听到了神的声音？如果这真是神的旨意，那皇太子的地位可就彻底保不住了。神殿和皇室之间，这下真的要撕破脸了。大祭司看着窗外淡淡的开口，一直以来皇室管着世俗的权利，而神殿则掌控着神圣的信仰，双方井水不犯河水。但现在真正的圣女艾琳娜出现了，这平衡了数百年的局面恐怕马上就要变天了。大祭司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神殿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核心。至于接下来该怎么走，他并不焦急，毕竟手里握着圣女这副好牌，答案可以慢慢再定。过了几天，艾琳娜拿着大祭司的许可，终于见到了法里斯。他表面上是来还衣服的，还温柔地询问法里斯住的习不习惯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关心。但实际上，艾琳娜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趁着大祭司还没拿定主意，现在就是他唯一的翻盘机会。只要能保住法里斯，哪怕要牺牲自己，他也在所不惜。而法里斯只是礼貌的道谢，他能感觉到法里斯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明显是有话想对他说，但绝对还不能说出口。这种小打小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为了保住法里斯的命，必须想办法把他带走。可现在的局面，法里斯已经成了拉奥孔手里的棋子，只要还有利用价值，他就暂时是安全的。神殿内部派系林立，和皇室的明争暗斗也快藏不住了。拉奥孔这种人绝不会向皇权低头，
这反倒是个机会，只要利用好这道裂痕，就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赌出一线生机。既然已经确定了身份，那就没必要再躲躲藏藏。艾琳娜决定主动出击，去见那个掌握大权的男人。拉奥孔看着眼前的稀客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，问这位圣女大驾光临，到底是有什么指教？艾琳娜没有退缩，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说是要替神传话给大祭司。这下连拉奥孔都愣住了，他倒要看看这个自己亲手发现的圣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艾琳娜决定把事情闹大，她告诉拉奥孔，神迹已经降临在神殿，必须立刻通知皇室。为了让这个谎言更真实，她甚至预言了黎明时分，东方天空会出现一颗长尾彗星，那就是真圣女降世的铁证。拉奥孔显然被唬住了，他盯着眼前的女人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低声重复着预言2个字。谁能想到这些所谓的预言，其实是艾琳娜自带的作弊码，那是她前世经历过的记忆。拉奥孔这下彻底信了，他感叹真圣女果然名不虚传，甚至开始盘算怎么用这件事去堵皇帝的嘴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艾琳内的身份坐实，别说那些反对派，就连皇帝本人也得乖乖下跪认输。拉奥孔一边画着大饼，一边试探艾琳娜，问她知不知道圣女这2个字到底意味着多大的权力。艾琳娜低头顺从地应了一声，表面上是个听话的棋子，实际上大祭司已经掉进他挖好的坑里了。翻开那本落灰的古籍，里面记载着帝国的各种老黄历，说很久以前天灾不断，火山爆发，海啸横行，整个国家差点就彻底玩完。直到初代圣女出现，她就像一根定海神针，不仅平息了所有灾难，还成了帝国权力的核心，定下了圣女必须当皇后的规矩。拉奥孔看着书上的记载，心里越来越有底了。真正的圣女不仅要有圣痕，还得能听见神的声音，这简直就是给艾琳娜量身定做的。不过书里还提到一个秘密，说初代圣女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后来竟然碎成了无数片，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。这下有意思了，如果这些碎片被找回来，这天下的局势恐怕又要变了。艾琳娜这招捧杀完的真绝，她一边给拉奥孔戴高帽，一边顺水推舟的提议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帝都。他提出离开神殿时要带走法里斯。拉奥孔虽然有点纳闷，但一个卑微的奴隶而已，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。这神殿里早就变天了，皇室的眼线已经悄悄潜伏进来，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艾琳娜心里很清楚，在这座利益至上的神殿里，掉脑袋是再容易不过的事。而大祭司拉奥孔正是那个掌握生死的人。拉奥孔沉默了片刻，终于松口说会考虑他的要求，但他紧接着就翻了脸，警告艾琳娜，要是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事，后果他承担不起。艾琳娜却面不改色，甚至还能微笑着说出神意与你同在。天空中的彗星准时报道，这一幕让全城的人都看呆了，也让艾琳内的预言成了板上钉钉的神迹。虽然艾琳娜心里清楚，拉奥孔这种人肯定各怀鬼胎，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帮他，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算计，只要能把法里斯救出来，哪怕是与虎谋皮，他也一定要把这出戏演到底。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在这座神殿里，艾琳娜已经稳操胜券，她端着食物来到法里斯面前，看似是在关心他的伙食，其实是带了一个重磅消息。他直接了当地，告诉法里斯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要跟我离开神殿，跨过大海去帝都。法里斯显然没反应过来，一脸疑惑地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艾琳娜解释说，大祭司马上要带人离开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虽然嘴上说着是为了安全，只要船一靠岸，帝都那边肯定会炸开了锅，到时候真正的麻烦才刚要开始。艾琳娜已经替法里斯想好了所有的退路，她甚至在衣服衬里缝了珠宝，连逃跑后的路费都帮他准备的妥妥当当。法里斯这下彻底急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圣女竟然打算撇下自己，让他一个人逃命。可伊琳内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他要求法里斯立刻离开，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也必须走。他不想让法里斯再回到那种沾满鲜血的日子。随着大门重重关上，艾琳娜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艾琳娜想让法里斯独自逃生，但这剧本法里斯根本不接，他可没打算一个人在这场灾难里独善其身。这一次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。画面一转，海上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。神秘男人带着玩味的笑，问大家是不是该出发了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艾琳娜要离开这座守卫森严的岛，前往帝都正式露面。表面上她是去当圣女，实际上这是救出法里斯的唯一机会。拉奥孔就在身后盯着，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哪怕要豁出这条命，也必须在今天让他彻底逃离这里。眼看就要到帝都了，艾琳娜必须抓紧最后的机会去见那个被关起来的人。她找了个借口，说在大海上反正也跑不掉，只想在靠岸前确认法里斯的安全。侍女最终还是让开了路。阴暗潮湿的船舱里，法里斯就缩在角落。艾琳娜轻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只要能见到他，接下来的计划才有可能成功。艾琳娜握住他的手，轻声说要给他最后的祝福。他交代法里斯，等船靠岸的时候会有一场骚乱，那是唯一的逃跑机会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，只管往前跑。为了让他活下去，艾琳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法里斯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低声质问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但艾琳娜只是沉默。真正的危险马上就要在海上爆发了。法里斯紧紧抱住他，低声许下最后的承诺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要让艾琳娜活下去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法里斯已经把他推开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艾琳娜拼命拍打房门，却被赶来的守卫强行拖走。对方发出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闹下去被大祭司发现，法里斯会被直接扔进海里。听到这句话，
艾琳娜终于安静了。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她绝不会让法里斯出事，因为真正要沉入海底的人，从一开始就只有他自己。就在这时，整艘船剧烈晃动，艾琳娜被甩在地上，还没等她站稳，外面就传来了惨叫声。出大事了！一艘黑色的船突然杀了出来，对着这边直接开火。谁也没想到，在这片海域竟然会遇到袭击。守卫们乱成一团，拉着艾琳娜就要往护卫舰上撤。但这下麻烦了，法里斯还被关在最底层的货舱里。艾琳娜死活不肯走，她不能把法里斯一个人丢下等死。可就在她准备回头救人的时候，拉奥孔突然出现在她身后。原来你在这儿！我们的护航舰正在还击，我们得趁还有机会转船。可伊琳娜心里只想招法里斯，根本不肯挪步。拉奥孔可没耐心耗下去，他一个眼神示意，守卫直接出手把艾琳娜打晕，强行带离了现场。这下正合拉奥孔的心意，他打算借着这场混乱彻底斩草除根。只要法里斯死在海难里，圣女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这件事必须烂在肚子里。为了保住圣女的威信，那个奴隶必须消失在深海里。拉奥孔看着昏迷的圣女，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他要把这场海难变成一场完美的清除计划。在他眼里，任何威胁到圣女名誉的人，不管多有本事，都必须消失。他甚至觉得这是神的旨意，帮他除掉那个多余的奴隶。只要法里斯死在底舱，他的秘密就永远没人知道。可谁能想到，被困在死地的法里斯竟然在这时候笑出了声。他好像早就预料到了一切。就在这时，艾琳娜猛地睁开眼，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就看到远处的船只在火光中沉没，那是法里斯所在的船。他疯了一样想冲回去救人，可守卫死死拦住了他。这下彻底绝望了，法里斯根本没能逃出来。拉奥孔在一旁冷嘲热讽，他说：“如果法里斯真是神选的人，神自然会救他。”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。艾琳娜瘫坐在甲板上，她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对自己冒充圣女的惩罚。如果这就是代价，那也太沉重了。看着法里斯消失在火海，艾琳娜感觉自己也正坠入无尽的深渊。这种身份错位的痛苦，让她根本无法原谅自己。明明该沉入海底的人是她，法里斯才应该是那个活在阳光下的人。火光冲天，整艘船都在往下沉。艾琳娜拼命伸出手，却怎么也抓不住那个身影。为什么明明该死的人是我？这种窒息的罪恶感像深海一样把他彻底淹没。就在这时，他猛地惊醒，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。整整5年了，法里斯消失在那场大火里，已经整整5年了。艾琳娜一天都没有忘记过，原本计划好的一切是要用自己的命去换法里斯的自由，让他彻底摆脱奴隶的身份。可结果呢？凭什么活下来的人是他？这种活着的滋味比死还要难受。就在这时，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声音，他说一定要让他活下去，可没有他的世界，活下去才是最残酷的惩罚。靠着那句承诺，艾琳娜才勉强撑到现在。可她还没从回忆里抽身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皇太子伊利奥斯竟然一大早就出现在这里。艾琳娜下意识想拉开距离，可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甚至要求她直呼其名。就在这时，伊利奥斯亮出了底牌，他说自己是帝国的继承人，也是唯一有资格站在圣女身边的男人。这下麻烦了，旧账还没算清，新的纠缠又开始了。在所有人眼里，艾琳娜是那个从不微笑的圣女。伊利奥斯很清楚，他心里一直压着5年前的阴影。他表现得很有耐心，甚至卑微地亲吻她的手背，说自己愿意一直等下去，直到他敞开心扉的那一天。可这种温柔里总带着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压力。他邀请艾琳娜共进早餐，语气听起来根本不容拒绝。艾琳娜客气地称呼他为殿下，却立刻被他冷声纠正，他要的不是尊重，而是绝对的亲密。就在这时，他要求艾琳娜为他换装，这种越界的行为让局面变得越来越失控了。艾琳娜的沉默并没有让伊利奥斯收手，他转身吩咐侍女要给圣女换一身最漂亮的打扮，好让她从噩梦里换个心情。神殿那边已经彻底炸锅了，一封接一封的抗议信直接送到了伊利奥斯面前。神殿绝不同意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让圣女私自外出巡游，这在他们眼里简直是疯了。可伊利奥斯根本不在乎，他觉得神殿把艾琳娜关得太久，是时候让她出现在民众面前，接受皇室的保护了。在伊利奥斯眼里，艾琳娜就是皇室最好的名片，只要圣女的名声够响，民众对皇室的忠诚度就能翻倍。至于神殿的首领拉奥孔，他根本没放在眼里，一个连实权都没有的空壳神殿早就该退场了。他甚至开始翻5年前的旧账，嘲讽神殿在袭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最后还得靠皇室的战船才把圣女从火坑里捞出来。在他看来，保护不了圣女的神殿毫无价值，只有皇室才是他唯一的盾牌，也是他唯一的去处。神殿的大祭司说是圣女的加护击退了强盗，可伊利奥斯却说是皇室的军队救了他的命。这两边到底谁在撒谎？还是说从一开始他就只是2股势力争夺的一个漂亮傀儡而已？原来当年的那场袭击只是皇室闯入神殿的借口，他们嘴上说着要保护帝国的宝物，实际上却是明抢。这5年里，艾琳娜被死死关在黄兜，不能回圣地，更没有半点自由，只能在皇室的眼皮子底下当一个祈福的傀儡。这种日子跟众生前简直一模一样，不管怎么挣扎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，继续在这金丝笼里重蹈覆辙。他甚至想过干脆就这样沉入深海，彻底解脱算了。可每当这时候，法里斯的名字就会浮现出来，就是因为法里斯当年的那些话，让他现在连死都成了奢望，只能带着这满身的罪恶感，在这冰冷的皇宫里继续活受罪。就在马车快要到达黄兜的时候，
外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。护卫扯着嗓子大喊说有强盗劫路，让艾琳娜千万别下车。可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来这么多胆大包天的强盗？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树丛，法里斯正冷冷地盯着这一切，嘴里低声念叨着：“好戏终于开场了。”他直接下达了进攻的死命令。这群强盗真是疯了，竟然敢直接拦截圣女的车驾！只要抓住艾琳娜，军队就不敢拿他们怎么样。眼前的混乱让他想起了5年前的那一天，也是这样无处可逃，也是这样失去了法里斯。既然当年没能死在那片海里，也许这一次终于能去陪他了。就在这时，法里斯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说过一定会让他活下去，如果救不了法里斯，这辈子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可偏偏因为他那句话，他连死都死不了。这种重来一次的人生，如果没有他在身边，根本一无所有。他甚至在想，要是这一切现在就结束，是不是反而解脱了？就在这时，马车突然剧烈翻覆，强盗的长剑已经架在了脖子上。他让艾琳娜老实点，别乱动。可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局面瞬间反转，有人从背后直接断了他的美梦。法里斯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滚！谁也没想到，他竟然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艾琳娜面前。艾琳娜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满身血迹的男人，真的是他日思夜想的法里斯。可还没等他开口问个清楚，整个人就因为冲击太大，直接晕倒在法里斯怀里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回到了你逃不掉的命运里。趁着艾琳娜昏迷不醒，那个诡异的虚影再次出现了。他盯着艾琳娜自言自语，说他们两个根本不合拍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得让艾琳娜活下去，因为只有保住这具身体，他的计划才能继续。就在虚影伸手触碰的一瞬间，艾琳娜猛地惊醒，那种窒息感真实的可怕。她大口喘着气，分不清刚才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有人来过。这下事情不对劲了，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绝对不是看花眼那么简单。那种窒息的感觉又来了。自从重活一回，艾琳娜就一直背负着假圣女的骂名，尤其是失去法里斯之后，日子变得更难熬了。突然他猛地坐起来，没错，就是法里斯，那个眼神绝对不会认错，真的是他救了自己。虽然那张脸变得有些陌生，但那种感觉除了他没别人了。艾琳娜环顾四周，这里虽然收拾得很整齐，但明显是个当兵的地方。难道是法里斯把他带回来的？法里斯到底在哪？现在的他还是以前那个法里斯吗？艾琳娜现在满脑子都是法里斯，她急匆匆的想冲出去找人，结果在门口撞上了一个陌生男人。对方倒是很有礼貌，一边安抚他别着急，一边告诉他他手下的人现在都很安全。可接下来的话让艾琳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个男人竟然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号，真正的圣女艾琳娜。他说只要看过那支华丽的马队，谁都能猜到他的身份。这下麻烦了，身份竟然这么快就暴露了。男人最后行了个礼，自我介绍说他叫赫克托，雇佣兵团塔尔塔罗斯的副指挥官，而他出现在这里全是听了他们老大的命令。赫克托直接了当地说是他们从强盗手里救下了艾琳娜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艾琳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组织在帝国可是出了名的，他们游走在各个战场的边缘，是一群连命都不要的顶级雇佣兵，只要给钱，谁都拦不住这群疯子。赫克托笑着说，连圣女大人都听过他们的名号，真是倍感荣幸。艾琳娜没心思跟他客套，他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。他试探着开口问，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法里斯的人？他对我特别重要，也是他救了我。赫克托听完微微一笑，给出了一个让艾琳娜意想不到的答案，救你的那个人正是我们佣兵团的老大。他说他们的老大叫塔尔塔罗斯。艾琳娜听得一头雾水，这不就是他们佣兵团的名字吗？赫克托解释说，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，既是他们的国王，也是他们这些漂泊者的归宿，所有人都要听他一个人的。艾琳娜虽然嘴上没说，但心里早就认定了，那个救命恩人绝对就是法里斯。她坚持要见见这位老大，当面把话问清楚。赫克托倒是没拒绝，他带着艾琳娜往前走，语气里透着一种莫名的深意。他说，这就带你去见我们的指挥官。就在帘子掀开的那一刻，艾琳娜彻底定在了原地。眼前这个男人穿着一身漆黑的指挥官斗篷，眼神冷得让人发指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法里斯，真的是你吗？还没等他从重逢的喜悦中缓过来，眼前的男人却突然带着不下跪了下去。他语气冰冷得像个陌生人，开口第一句叫的不是名字，而是圣女大人。这一刻，艾琳娜才发现，眼前的法里斯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少年，而是塔尔塔罗斯的首领。明明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却反问法里斯是谁？难道当年的传闻是真的？他真的掉进海里没命了？眼前的男人只是一个长得像的陌生人。艾琳娜还没从痛苦中走出来，对方却突然伸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。他再次追问，那个叫法里斯的人到底是谁？艾琳娜沉默了很久，低声说，那是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。法里斯冷冷地问，那个人已经是过去式了吧？艾琳内在心里呐喊，他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就被对方一把拽了过去。这里是我的地盘。法里斯语气强硬，警告他不要到处乱跑，等马车修好，就会立刻把他送回皇宫。他凑到艾琳娜耳边，低声提醒她老实一点，别以为当了圣女就真的万众瞩目。要记住，这世界上有多少人爱你，就有多少人在背后诅咒你。艾琳娜只能站在原地，默默看着法里斯远去的背影。与此同时，圣女遇袭的消息已经传回了神殿大祭司拉奥孔的手里。听到艾琳娜被强盗围攻，拉奥孔显然有些意外，他立刻追问圣女的安危。下属战战兢兢地汇报，圣女已经脱险了，救下她的是一个叫塔尔塔罗斯的佣兵团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拉奥孔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看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。拉奥孔先是咒骂了一句，但很快他嘴角
露出一丝冷笑，觉得这反而是神的旨意。下属听得一头雾水。拉奥孔解释说，当年皇室借口神殿护卫不力，强行把艾琳娜接走，剥夺了神殿的监护权。可结果呢？皇室派了那么多守卫，圣女还是在眼皮子底下被袭击了。既然皇室也保护不了圣女，那他们就没资格继续留人。拉奥孔猛地拍案而起，这可是把人抢回来的大好机会。他立刻下令准备渡海，这一次他要亲自去黄兜，把圣女接回神殿。拉奥孔一声令下，整个神殿立刻行动起来，下属们齐声领命，显然已经做好了渡海的准备。他死死按住桌上的报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定要找到艾琳娜。在他看来，伊琳娜必须回到神殿，回到那个真正属于她的地方。他要亲手纠正这个扭曲的世界。艾琳娜在2名副团长的护送下，总算安全抵达了目的地。她客气地表示，皇室一定会重赏佣兵团，但她紧接着就长了个心眼，故意打听那位指挥官的下落。赫克托笑着解释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3个人从来不一起行动，这次由他和帕拉斯负责护送，指挥官则在另一个地方待命。艾琳娜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咯噔一下，这帮人号称不会死亡，做事却又这么滴水不漏，看来这个叫塔尔塔罗斯的组织远比传闻中还要难对付。随着大门推开，真正的圣女艾琳娜终于回宫了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伊利奥斯殿下就直接冲了上去，他一把将伊琳娜死死抱住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，听说你被强盗袭击，真是快把我吓疯了。艾琳娜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她小声提醒对方注意身份，可这位殿下竟然当众撒起娇来，非要再多抱一会儿。看着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，艾琳娜这下是真的没辙了。伊利奥斯殿下笑着说，既然圣女大人都开口求情了，那他肯定得给这个面子。于是他亲手牵起艾琳娜，护送她坐上了象征地位的圣座。安顿好艾琳娜之后，这位殿下转过头，拿出一副皇室的威严，客气地感谢佣兵团保护了帝国的宝藏。但他话锋一转，直接盯着台下的赫克托和帕拉斯，问他们谁才是真正的指挥官。结果他还是碰了个软钉子，两人异口同声的回答，指挥官从来不跟他们一起行动。伊利奥斯听完叹了口气，嘴上说着太遗憾了，但谁都能看出来，这下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。伊利奥斯殿下突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不仅要给那位指挥官授予贵族头衔，还要把整个佣兵团收编，变成他皇太子直属的骑士团。这大手笔让艾琳娜当场愣住了，这哪里是赏赐，分明是想把这股势力彻底吞掉。赫克托赶紧客气的推辞说，只是保护个圣女，这份礼实在是太重了。可伊利奥斯根本不打算收手，他强调圣女就是帝国的命脉，这份赏赐谁也别想拒绝。赫克托只能先稳住局面，答应会把这些话带给指挥官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即便指挥官答应收编，他们也只想当骑士，绝对不会接受贵族的头衔。这下轮到伊利奥斯纳闷了，赫克托却一脸坦然，说他们只是指挥官的剑和盾，永远不可能跟首领平起平坐，这觉悟简直高得吓人。伊利奥斯见这招没用，又想安排他们住进豪华别墅，结果赫克托还是软硬不吃，直接拒绝了这份好意，说只要给片森林驻扎就够了。伊利奥斯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开放了皇家狩猎场给他们。看来这支佣兵团比他预想的还要难对付。赫克托微笑着行了个礼，带着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大殿，只留下一群看呆了的围观者。大家都在私下议论，这帮人面对爵位的诱惑竟然无动于衷，简直深不可测。艾琳娜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这群人确实够冷静，连贵族头衔这种大礼都能拒之门外。但他更担心的是伊利奥斯殿下，虽然他表面上平易近人，甚至大方的让所有朝臣都感到震惊，但艾琳娜心里清楚，这位代理政务的皇太子绝不是什么善茬，他给出的优待越是离谱，背后的算计恐怕就越深。艾琳娜坐在位子上，心里全是担忧，即便指挥官不是法里斯，那些人也是救过他的恩人，他真怕这群人会掉进皇太子的陷阱。伊利奥斯看着窗外，他觉得这群佣兵就像野兽一样，警惕性极高，看来想驯服他们还得花点时间。他转过头，温柔地对伊琳娜说，让她先去好好休息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，顺便把这段时间的遭遇，还有关于那个佣兵团的一切，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她。这哪里是关心，分明是准备要彻底盘问了。艾琳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就在这尴尬的时候，一名侍从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说有紧急情况要汇报。伊利奥斯虽然有点不耐烦，但也只能先停下他的计划，看来外头又出大事了。据说是因为听到了风声，知道艾琳内在路上被山贼袭击，那位大人物拉奥孔竟然也亲自赶过来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艾琳娜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救人的神秘佣兵团，高高在上的圣岛祭司，还有各怀鬼胎的皇室成员，全都凑到了一起。伊利奥斯看着窗外感叹，今天的宴会真是够热闹的。华丽的皇宫晚宴已经开始，伊利奥斯牵着艾琳娜的手，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入场。可伊琳娜心里却乱成一团，因为那个男人要来了。大祭司拉奥孔竟然受邀进宫，这事情绝对不对劲。平时皇太子都会把他拒之门外，为什么偏偏选在今天？一想到那个冷冰冰的男人，那种压抑的恐惧感就挥之不去。哪怕这皇宫再奢华，对他来说也只是个精致的鸟笼。只要那个男人还在，他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如果大祭司发现那个秘密，事情就彻底失控了。万一他察觉到指挥官就是法里斯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艾琳娜心里充满了愧疚，当初没能救下最重要的人，现在只能像个冒牌圣女一样在这里卑微的祈祷。她
他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个误会，希望那个冷酷的塔尔塔罗斯并不是他记忆中的法里斯。可现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伊利奥斯正带着他步入会场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，艾琳娜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眼前的法里斯简直像变了个人，这一身笔挺的军装礼服散发出的气场，甚至盖过了皇太子，让艾琳娜一时间看走了神。谁能想到，曾经那个落魄的少年，如今竟然变得如此耀眼？就在这时，大祭司拉奥孔突然现身，他径直走向艾琳娜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让人发毛的寒意。我们总算见着面了。晚宴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大祭司拉奥孔当众发火了，他觉得皇室简直是在胡闹，自己是来谈正事的，结果却被带到了这种酒局。他指着伊利奥斯的鼻子大骂，说皇室根本没本事保护圣女，甚至想当场把艾琳娜带走，回神殿去过清静日子。艾琳娜被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眼看局面就要彻底闹僵，可伊利奥斯却一点都不慌，他端起酒杯，露出一抹坏笑，慢悠悠地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。他当众宣布，救了圣女的英雄其实是他的人，也就是眼前的塔尔塔罗斯。拉奥孔和艾琳娜当场就懵了，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的佣兵头子，现在竟然成了皇室册封的贵族。他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拉奥孔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赶紧回他的神殿待着。艾琳娜看着眼前的伊利奥斯，觉得这个男人心机实在太深，他开出这么诱人的条件拉拢塔尔塔罗斯，其实就是为了防着大祭司抢人。拉奥孔气的当场拆穿他的胡说八道，可就在他只招法里斯想骂人的时候，却突然停住了。艾琳娜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大祭司也从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法里斯的影子？伊利奥斯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盯着拉奥孔追问是不是发现了什么。拉奥孔沉默了片刻，最后还是强行压下了心里的怀疑。他不想在宴会上把事情闹大，只能先提议为圣女的平安干杯。伊利奥斯这下彻底掌控了局面，他先是嘲讽大祭司要是像点，接着高举酒杯向全场宣布塔尔塔罗斯就是皇室的英雄。全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，所有人都跟着举杯欢呼，仿佛这一刻塔尔塔罗斯真的成了皇室的亲信。可私下里，伊利奥斯却觉得这人有点难搞。他发现塔尔塔罗斯和他的副官一样，对名利和地位似乎完全没兴趣。伊利奥斯忍不住继续试探，毕竟救了圣女可是天大的功劳。可塔尔塔罗斯连财宝和领地都不要，他盯着这个男人追问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谁也没想到，法里斯竟然在这个时候主动要求和圣女跳开场舞。伊利奥斯在一旁笑着调侃说：“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当着我的面抢人。不过只要艾琳娜愿意，他倒是一点也不介意。”法里斯缓缓伸出手，那一瞬间，艾琳娜仿佛看到了法里斯的身影，她鬼使神差地搭了上去。这下全场彻底炸锅了。要知道圣女以前从不跳舞，连皇太子的面子都不给，这破天荒头一回竟然给了这个刚册封的贵族。艾琳娜靠在法里斯怀里，再次小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这宽大的手掌和温柔的眼神让他整个人都恍惚了，这种感觉实在太像法里斯了。艾琳娜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法里斯无奈地帮她擦掉泪水，说：“怎么每次见你都在哭？”艾琳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全是一个念头：如果法里斯当年没出事，如果他能平平安安地长大，是不是也会像现在这样，成为他触手可及的美梦？法里斯低声回应艾琳娜：“既然你觉得这是一场美梦，那就先别醒过来。”远处的伊利奥斯独自喝着酒，看着这一幕，眼神里全是算计。可真正的麻烦已经盯上他们了。大祭司拉奥孔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个男人就是圣女名义上的那个丈夫。原来他当年根本没死在海上。拉奥孔冷冷地看哲武池，觉得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以为改个名字就能骗过所有人。他已经坐不住了，准备直接过去拆穿这个谎言，想靠一张相似的脸就瞒天过海，在他这儿根本行不通。这双眼睛他太熟悉了，跟当年那个盯着圣女看的下等奴隶简直一模一样，里面全是不加掩饰的野心和欲望。更何况这男人身上还有洗不掉的记号，那是身份的铁证，他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法里斯终于回到了营地，帕拉斯赶紧迎了上去，说：“赫克托大人带回了皇太子的物资，大家伙刚吃完大餐，现在都在休息。”法里斯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他冷冷地问：“那家伙送的东西没下毒吧？”帕拉斯拍着胸脯保证：“送来之前早就让人试过毒了，绝对没问题。”帕拉斯觉得被封为正室其实是好事，法里斯却冷哼一声：“这不过是皇太子做给外人看的戏，好显得皇室有多重视圣女。”法里斯提醒帕拉斯：“那个皇太子可不是省油的灯，赫克托肯定也叮嘱过你，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。”原来皇太子不仅想收买人心，甚至想给副团长们全都封爵，只要大家成了贵族，就会直接听命于皇室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是想彻底瓦解塔尔塔罗斯的秩序。这回遇到的对手真是个阴险的老狐狸。法里斯一边换衣服，一边严肃地叮嘱帕拉斯，哪怕是在营地里，只要还没离开帝都，就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毕竟塔尔塔罗斯的大计现在才刚刚起步。帕拉斯看着法里斯，忍不住劝他也多加小心。自从进了这片地界，帕拉斯整个人都绷得太紧了。法里斯让他不用总顾着别人，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。夜深了，法里斯独自躺在床上，他想起和艾琳娜在舞会上跳舞，只要还顶着圣女的名号，他就只能像个木偶一样活着。法里斯暗暗发誓，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搞砸了。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骄傲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让艾琳娜彻底自由。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冷笑，这让原本
寂静的夜晚瞬间变得诡异起来。法里斯猛地坐起身，总觉得刚才听到了女人的声音，一定是我的错觉。另一边的艾琳娜正盯着拉奥孔留下的东西出神，那个一向强势的大祭司这次居然这么好说话，没怎么纠缠就直接回倒了。艾琳娜心里很乱，她虽然不想面对拉奥孔，却又迫切想知道塔尔塔罗斯的真相，更想确认那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法里斯。就在这时，她在祭品里翻出了一本祈祷书，这可是大祭司从不离身的私人物品，这种东西怎么会混在礼物里？拉奥孔到底是粗心大意，还是故意给他留下了什么线索？艾琳娜本想把书还回去，却在书页里翻出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的内容让她彻底愣住。大祭司居然在信里直白地写着，塔尔塔罗斯就是法里斯，信上说铁证如山，只要看他胸口的五角星印记就能确认。艾琳娜怎么也没想到，大祭司竟然早就看穿了一切。就在这时，法里斯的房间里突然传出动静，他迅速拔剑指向暗处，质问对方到底是谁。拉奥孔不紧不慢地从阴影中走出来，让他把那危险的玩意儿收好，说自己并不是来打架的。法里斯还没反应过来，拉奥孔就直接亮出了底牌，他说自己是这世上最清楚法里斯底细的人，法里斯王子。这一声称呼让法里斯彻底愣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女仆给艾琳娜送来了大祭司的祭品。艾琳娜看着手中的信件，心里反复确认着那个名字，她终于敢相信那个男人真的还活着。就在她平复心情的时候，发现信里居然还有一张便条，上面的内容简直疯狂。拉奥孔在信里交代，如果皇太子待会儿向她求婚，就直接告诉所有人，她选定的丈夫只有法里斯一个人。艾琳内看着信上的内容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神殿居然打算承认法里斯的身份，甚至还要促成两人的婚事。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，大到让艾琳娜感到不安。她盯着拉奥孔的名字，怀疑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阴谋，是想把他当成棋子，还是准备了更深的陷阱？艾琳娜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现在皇太子正盯着她，每一步都必须走得小心翼翼，她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只要有一丝希望能证明塔尔塔罗斯就是法里斯，她就一定要护他周全，哪怕这代价是他的生命，哪怕从此心如死灰，她也已经做好了豁出一切的准备。艾琳娜心里很清楚，只要能确认法里斯还活着，她就必须想办法行动起来，绝不能让皇太子察觉到异样，哪怕要利用皇太子对她的那股风劲，哪怕这个男人比大祭司更有手段，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既然大祭司想把他当成棋子，那他就反过来利用大祭司。现在的局面已经彻底乱了，原本的棋盘被他亲手砸碎。艾琳娜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接下来要面对什么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她也一定要护住法里斯。